一片安眠药的药效最少要维持6个小时，6个小时以内，闹钟是根本叫不醒人的。这样一来，他明天早上必定会迟到，那么他奋力保护的年终奖就全泡汤了。可以他的情况，如果减少药量，又不一定能起到入眠的效果。魏无羡把药瓶一把抛回去，瘫进沙发里，思考自己要不要直接通宵得了。他伸了个懒腰，转了转酸痛的脖颈，想要去洗手间洗把脸。洗手间就在玄关处的侧面，他踏拉着拖鞋走过去，却在半开的房门前止住了脚步。他看到从门外一隙透进来的光。魏无羡皱眉，他记得楼道的声控灯早就坏了，难道被蓝湛修好了？他低声自喃，推开了自己的房门。魏无羡微微怔愣，楼道灯并没有亮起来，然而原本应该漆黑一片的走廊也的确是有光的。这光是从对面蓝忘机的房门里照射出来的。同魏无羡一样，蓝忘机也没有关掉自己房内的灯，并且打开了房门。这个时间他早该睡了。魏无羡如是想，他蓦地想起去救金陵和蓝丝追他们那次，蓝忘机对自己突然间的失控竟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与不解。再往前，他又忆到2个月前自己因为一些事情晚归，上楼的时候蓝忘机的房门和灯似乎也没有关掉。当时的他只以为他是没有睡，还在心里暗笑蓝家的家训也并不是一丝不苟地被遵守的。现在想来，即使没睡，又有谁会像自己一样连房门都不愿意关呢？原来根本不是是否睡下的问题，而是彻夜留灯吗？魏无羡垂眸，身形半笼于黑暗之中，略长的碎发挡住了一双眼瞳，叫人辨不清其中神色。1日清晨正上着课，一个跨洋电话打进了魏无羡的手机。他看看上头的来电地址，隐隐能猜到是谁，顺手将其先挂断，继续讲着手头一道周测的压轴大题。直到下课铃响起，他才收拾了东西出去，寻了一处僻静些的角落，顺着通话记录拨了回去。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通，一道带了几分傲气的女声通过手机传出来：“不是挂得很决绝吗？我还以为贵人是忙，不会再打回来呢。”魏无羡半倚在窗边，笑道：“还真是你啊，我这不是上着课呢吗？学校里头有规定，教师上课期间不允许接打电话。”电话对面道：“哟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遵守什么规定呢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对学生负责。再说了，万一被抓包了，可是要扣除年终奖的，4位数呢。”对方唏嘘道：“哎，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”魏无羡低低地笑了几声。他听见那边隐约传来像是什么广播通报之类的声音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温情？怎么突然想起打电话给我？你在哪儿呢？”温情道：“机场。我们打算去 Z 国度几天假。哎，阿宁，小心人，按时差算，估计是你们那儿晚上9点多到，记得来接机。”魏无羡应道：“啊，哦，好。”顿了顿，他又欲言又止地开口道：“那个，温情，怎么？”魏无羡：“那个，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给我？”温情明知故问道：“什么？你想要什么吗？”魏无羡：“你说呢？”温情反问道：“我说什么？”魏无羡抬头看看走廊，正是下课的时候，即使这里比较偏，也还是时不时会有3、3两两的学生走过，且大都会冲他问好。他向刚经过的2个女生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后无奈道：“别装傻行吗？你真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带给我？”温情笑道：“什么礼物？无不无聊。没有，不跟你说了，我们登机了，再见。”不是，魏无羡还想说些什么，电话却被无情地挂断了。嘟嘟嘟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郁闷地把手机塞回兜里，特别想吃根辣条冷静一下。温情和温宁都是他在安国时认识的人。那年，他一个人拖着几乎要坠入深渊的精神状态，孤身一人前往安国，整个人都沉沉地陷入黑暗和阴郁之中，连看阳光都是冷的，满心满情都是对温氏滔天的恨意。他知道温家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和秘密，暗暗发誓一定要他们身败名裂，灰飞烟灭。于是他来到安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凭借着自己来做交换生时的记忆，找到了一家地下信息交易破解所。说白了，就是个黑客组织。那里头的领事看他是个半大小子，
对许多高端信息技术又完全不了解，所以并不把他当回事儿，对他冷眼相待，拒之门外。后来组织里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少年，看他和自己同是纪国的人，心生亲近，便去求了在组织里声望不小的姐姐，将他收了进去。那个少年便是温宁。当时的魏无羡对和陌生人交往是十分抗拒的，又加之对姓温的全部心存怨念，所以并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。温宁看出魏无羡对自己的敌意，便一直小心翼翼的不敢靠近，却又暗地里帮他完成任务，学新东西。再后来，在一场深夜里的打斗中，温宁的出现和帮助使两人成了朋友。等慢慢交了心，魏无羡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姐弟二人真的是温氏的一支亲眷。只不过他们俩也是受到温家人的排挤迫害，不得已背井离乡。问其原因，温宁只是摇摇头，说自己当年年纪太小，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。奇妙的是，通过这次交谈，魏无羡惊奇地发现自己和那姐弟俩的最终目的居然一模一样。经过温宁的搭线，他和温情迅速达成共识，开始了共同的计划和部署。两个人一个提供较为老旧的内部信息，一个寻找 S 最近最新的资金动态，做起事的效率明显开始提升。与此同时，魏无羡为了顺利进入本地的 H 大，尽力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竞赛。通过各种摸索与创新，过了几年，他竟然制作出了与真人一般无二的机器人。凭着这项专利，他被 HR 的物理系破格录取，一边混学历，一边继续在信息所里和温情一起并肩战斗。只是事情总不是一直一帆风顺的。一次组织里派出的任务中，被调查的目标顺着一个卧底提供的线索，发现了温宁的身份，制造了一场极其惨烈的车祸。等魏无羡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，人已经快不行了。温情此人向来孤高矜傲，从来都是一副处变不惊的模样。可那天，什么骄傲，什么冷艳，什么睿智，通通被揉得粉碎。魏无羡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他，无助地跌坐在病危监护室的门口，脸上的妆容晕得到处都是，呆呆地大力抽烟。魏无羡红着眼睛冲进病房，一把拔掉温宁脸上的氧气罩，不顾温情的哭喊阻拦，背着他直奔上信息所。他在温宁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，完成了一件几乎所有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事，他把温宁的自我意识输进了程序里。他回到 HR 的实验室，连续6天不眠不休，将自己的专利加以改进，做成了一个几乎与温宁的肉身一模一样的机器人，然后将输有温宁意识的程序植了进去。在温情惊愕欣喜的泪水中，这个拥有了一副新身体的温宁颤颤巍巍地爬起，又狼狈地跌坐回地上。他费力僵硬地抬起自己冰冷的机械手，失去了温情脸上的泪痕，